好，現在又回到 BNT 那個時候哈，那時候呢，就是說那個新冠疫情很嚴重的時候，沒有疫苗哦，民進黨說原來買了，後來都被阻擋了哦，那進不來。那當時呢，這個台積電、鴻海跟慈濟一共聯手進口了1500萬劑 BNT 疫苗，大家記得嗎？當時還有些民進黨青鳥說那是在大陸的，不是，完全是德國進來的，只是經過分裝而已。那現在又傳出來說，有一個女律師還做過中部彰化哪裡律師公會理事長的一個陳律師，詐慈濟10.6億哦，我一看這消息，我就說啊，疫苗不是進來了嗎？那怎麼詐呢？疫苗是進來的，只是他跟慈濟要3000萬美金的佣金，就說哦，現在不好買哦，你要經過我才買得到哦，那而且說台積電、鴻海也都給佣金了，都1000萬美金的佣金。所以慈濟嘛，大概與人為善嘛，像能夠進來疫苗比較重要，趕快進來，趕快進來。既然台積電、鴻海、慈濟一起進1500萬劑，對不對？那好吧，他要佣金就給他。所以被騙的不是買疫苗的錢，疫苗沒有多付錢，疫苗也沒有買不到。如果說現在詐騙說買不到疫苗，疫苗是進來的，大家也都打了，只是他多給的這個詐騙這幾個家伙3000萬美金，是這樣而已。大家搞清楚這個情況是這樣哦，並不是沒有疫苗，有疫苗，疫苗也不是假的哦。那這個叫李世忠哦，這個羅文芳李玉如李這個何玉軒等等這些人然後呢，他們去跟因為慈濟有個基金會嘛信徒啊，大家要做好事要捐錢啊等等然後呢，這個律師叫陳玉軒這個律師所以呢。反正就是跟他要了3000萬美金的這個佣金然後那這個錢拿來幹嘛呢？為什麼被知道呢？慈濟沒有報案呢，慈濟並沒有說我被騙呢，因為他實際很多錢呢，實際拿來怎麼辦呢？要洗錢吶，否則這錢怎麼來呢？他就是買黃金啊，買亂七八糟，買什麼鮑魚啊，就滿屋子鮑魚，買那麼多鮑魚幹嘛？他好像衣服裝的是信徒，還跟上人去下跪頂禮了照理講應該吃素才對啊，怎麼都吃鮑魚龍蝦呢？滿屋子鮑魚龍蝦。好，那現在還有將近159公斤的黃金所以呢，哇，這麼多黃金，看沒？這麼多黃金，還有這麼多現款不過我算了一下，慈濟沒有虧的。因為這些東西將來都要還慈濟的，金價，因為那個時候金價沒錯，吳崢講對，我剛剛去查一下，2021年的時候，那時候金價1公斤黃金160-170萬，現在1公斤多少錢？440萬，光這些黃金就值6億多，現在市值那個時候只有2億多，6億9，現在那個時候只有2億多，所以慈濟其實並沒有損失，到時候還賺錢。那他把檢察官把通通加起來以後。慈濟那個時候3000萬美金是10億6千萬台幣，現在這些東西合起來吃喝都完了揮霍完了，現在合起來有10億8千萬台幣，還多2000萬所以呢，所以我在想這是好心有好報，反正到最後，因為這些東西都要還慈濟的，要還慈濟的那慈濟當然也有點尷尬了，是怎麼被騙3000萬呢所以他發了這個聲明，有4大原則，說我其實是善款都是，因為他很怕信徒說我捐的善款怎麼被騙呢？善款都很謹慎運用的而且呢，疫苗的價錢是合理的而且呢，這個資訊其實都是公開的然後呢，現在呢要找律師、會計師來查到底實際狀況怎樣。那陳時中就說，這跟陳時中什麼關係？因為他當時是衛福部長，他說不實指控應該道歉，因為當時在野黨有說說衛福部呢。曾經呢，這個疫苗擋慈濟不給慈濟進來因為政府進不來，就也不給民間進來開始的確是這樣，因為開始他們說這個疫苗 BNT 在大陸做的，後來不是在大陸做的那陳時中說，當時是一再勸說，否則更多單位受害那另外呢，沈伯洋替陳時中抱不平，說蔣萬安當時有說你要相信民進黨還是相信慈濟所以呢，蔣萬安就2分法賺選舉紅利。那另外呢，這個文傳會的這個主委陳以信說，這是翻什麼車？大家都想幫忙那慈濟買 BNT 也想幫忙，大家想幫忙那另外呢，蔣萬安說，如果政府買疫苗夠，民間就不必幹嘛慈濟
台積電、鴻海，人家那個錢不是錢吶，幹嘛去買1500萬劑？因為你買不到，所以民間才出來買嘛。哦，那另外呢，他們要柯文哲道歉，陳智菡要柯文哲道歉，很荒謬。柯文哲道什麼歉呢？我們看一下。本案拘提羁押陳女等6人，查扣黃金158公斤、現金9300餘萬元、高級汽車2部，並扣押陳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動產等。價值合計10億8千餘萬元，大小塊的金條堆滿地面，千元大鈔疊成一座小山。調查局追查發現，5年前新冠疫情蔓延，全台疫苗大缺貨時，鴻海及台積電等大型企業都積極出資採購。但檢調在審核相關流程時，卻發現同樣有申購的慈濟基金會，管道明顯跟另外2家不同。深入追查才發現，慈濟遭到疫苗前客詐騙，甚至連前彰化律師公會理事長陳姓女律師都捲入其中，借機跟慈濟搭上線後，便謊稱自己是上海復星公司的股東，聲稱有特殊管道能夠協助購買 BNT 疫苗，但他要求慈濟必須比照其他企業支付高額的委託顧問費，加上有陳姓律師在旁背書勸說，導致慈濟信以為真，一口氣匯了超過10億元到這名律師名下的公司賬戶。檢調在今年4月到5月間，兵分多路展開搜索，發現陳姓女律師不僅住在台中富邦天空樹頂級豪宅，屋內甚至還有4名親友幫忙掩護藏錢。大律師知法犯法，竟利用疫情大賺災難財。而當年的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就曾經示警慎防疫苗前客，還說先讓別人來，慈濟再等等。這句話也被挨轟是阻擋疫苗。如今陳時中接受媒體訪問時，要求當年抹黑的人都欠社會一個道歉。是一個國家社會重大的事情。那當時我想在選舉的時候，大家為了一個相關選舉的意義，對於執政團隊、防疫團隊極盡的抹黑。那現在真相已經大白，那我相信當初做出不實指控的人，應該對社會有所道歉。來，世軒為什麼要柯文哲道歉？這個當然，因為當時候有一段訪問是有媒體問柯文哲，就是說陳時中說這個慈濟啊、鴻海啊、台積電啊這些公司去買可能會被騙，那柯文哲就這個笑了一下。那所以說事後，現在民進黨當然認為撿到槍，但是我必須要講，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戰略上面非常大的錯誤。為什麼這樣講？其實前2天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我相信是很吸眼球的，大家都去關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10億，然後再加上這個地板的黃金跟現金，這個畫面是非常的聳動。那我一開始看到新聞，大概就是說這個怎麼洗錢，然後這個錢這麼多，當時的慈濟。但是到了今天，我看到的是民進黨是全面的把這個設定成了一個攻擊的議題，開始去攻擊當時候在質疑民進黨為什麼不讓 BNT 進來的這些，不管是立委也好、首長也好，甚至當時候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現在陳時中，你看他受訪，這個仿如這個完全復活，他已經沉寂了這1-2年，他也是夠孤單寂寞，所以又讓他抓到舞台。我必須要說，其實真正的問題在哪裡？其實蔣萬安這個直接突破盲點了。當時候如果民進黨沒有擋 BNT， 怎麼會有這些事情？怎麼還輪得到民間來處理？所以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這個時序哦，因為這個時間已經有點久遠。當時候在2020年的時候10月，當時候林全大家記不記得？台灣東洋原本談妥了3000萬劑的 BNT， 那政府要求他縮減至200萬劑，最終因為這個授權書等等，後來破局，這是第一部分。第二，到了隔年的2021年的5月，我們的本土疫情開始爆發，然後就發生了這個疫苗荒，全部升溫，然後呢，各縣市還有民間團體紛紛都這個尋求協助疫苗。到了6月，地方民間開始自救，也就是想要去採購疫苗，全部卡關，然後就發生了這個，大家應該還記得郭台銘去總統府出來，然後還有一說是說什麼李大偉跟他講大小姐，當然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事實，因為總統府是駁斥這件事情，那到底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大小姐叫你不要買疫苗，叫你不要買疫苗。再到了8月，這個所謂的復必泰標籤爭議，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就是 BNT 要進來了，他們還因為上面的標籤在飛機上面要換標，從頭到尾，上海復星這家公司，他們拿到了大中華地區的代理權，也就是說，這個德國的 BNT 包括台灣都屬於大中華地區，你必須經過它。當時候人命關天，民進黨心裡想的是什麼？意識形態。你說對岸有沒有可能做一些小動作要你吞？當然有可能嘛。比如說名稱上，你購買的名稱是不是要叫做，比如說中國台灣，還是怎麼樣？要穿你小鞋？我認為當然有可能。好，現在回頭看，但是畢竟是人命哦。身為一個政府，人命應該是擺第一哦。最後到了2021年的9月，
BNT 做於放行，那首批抵台。所以說，這整個過程，我幫大家整理這些時序，就是說提醒大家哦，不要忘記，當時候為什麼要擋 BNT？ 因為高端啊，這2個字大家都已經拋在腦後，大家都忘記了。為了高端去阻擋這些在國際上被認可而且相對有公信力的這些疫苗，高端到今天，大家還記得發生什麼事情嗎？我只記得是雲霄飛車的股價，多少人因為高端發家致富賺大錢？高端到後面有沒有人被起訴？有審核疫苗的委員後來內線交易被起訴所以民進黨在搞的，而且當時還沒有那個所謂的 EUA， 大家記不記得？政府為了要使用高端，馬上通過什麼緊急什麼的許可的，然後總統院長親自示範打這個高端，以示這個安全，讓國人放心。說真的了，當時我是很相信政府，現在回頭看，他那個裡面打什麼我都不知道，搞不好生理食鹽水，到後面換來的是什麼？台派當時候所有民進黨洗的支持者全部去打高端，引以為傲，換到的是就後來出國全部重打。高端3劑打完，叫你補打莫德納、補打 BNT， 這些人白白挨了這麼多針。所以，當今天民進黨選擇這一題作為政治攻擊的時候，我認為是戰略上很大的錯誤。因為在基層，民間都說什麼啊？你們今年要選舉了，你要去講民進黨當時候的疫苗嘛、口罩嘛、雞蛋嘛。可是我們一直沒有破口，為什麼？因為一切查無不法，都沒有問題。結果今天民進黨自己把這一鍋掀開來，從今天開始，這就是民進黨的破口。油之後，油已經炒夠久了，那個血都已經乾了，他們也無所謂了。疫苗現在開始，我覺得在野黨我們就回去檢討，當時有很多東西查不到，今天民進黨自己把這個鍋蓋打開，我们就來看所謂的國家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當時候你的口罩國家隊也有沒有可能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戰略上很大的錯誤，但是對於在野黨來講，這是我們為民好好監督的很好的機會。就基本上我也搞不清楚啊，這個台灣這個社會是不是那個價值觀扭曲？你要罵是罵這個詐騙這些人嘛？你去罵慈濟幹什麼？他的500萬劑是進來的，他也沒有說少了，也不是假的所以你要感謝台積電，感謝鴻海，感謝這個慈濟，在那麼緊急的關卡，願意拿錢出來，然後買疫苗給大家。那因為他想要疫苗心切，所以有詐騙來跟他講說：“哎呀，靠我有關係的呢。”那被騙了。那你要罵那個騙的人，這是趁人之危，發國難財。你罵慈濟幹什麼？我不懂啊。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那麼這個陳玉軒這個律師是他在2021年9月2號第一批民間購買 BNT 疫苗到台灣的時候，他們還照相，陳時中在這裡，還合照同框那另外呢，蘇貞昌當時也發文，2021年7月20日，除了感謝還是感謝，所以慈濟已經完成專案簽約，購買500萬劑 BNT， 無償給中央政府運用慈濟基金會捐 BNT 疫苗這蘇貞昌的演說不，本來是好事，感謝也是應該的。我是覺得，任何民間團體在那個時候，包括台積電、包括鴻海、包括慈濟，都是在那個時候很緊急，等於是雪中送炭嘛。蔡英文今天也發文說，慈濟出發點是救人，那人民不必相信單一政黨，要相信專業。那麼另外呢，這個當時這個他們怎麼騙？他看到慈濟，他就下跪，所以博得慈濟的這個信任然後就說呢，台積電、鴻海也都付了上千萬美金的這個佣金，你不要以為就現在很難買到能買到就不錯了，所以我要錢然後呢，這個所以慈濟就簽了意向書委託他們，其實就這麼簡單那另外呢，他們騙了錢幹嘛呢？藏在豪宅裡面而且呢，他的有金庫裡面擺滿了黃金，1公斤1公斤的黃金條塊，還擺滿了鮑魚鮑魚，因為剛剛他們說鮑魚也會漲價所以呢，這個鮑魚因為越來越少嘛那另外呢，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見然後呢，這個說這個陳玉軒這個律師，他把的黃金豪宅就變成牢房了那另外呢，慈濟發3個聲明說呢已經查扣了犯罪所得，而且呢已經被檢方提起公訴而且呢這個將來呢一切法律的必要措施他們都會進行那所以也有作家了這感嘆，如果不是政府慢，民間幹嘛急嘛？你現在就怪民間幹嘛呢？來金怎麼看？這件事情就是剛才
士娟已經把過程講得很清楚。我覺得民進黨就是在這個混淆事實啊。第一個，當時呢，大家還記得嗎？那個時候呢，因為呢 BNT 是被認為說是有效的這個疫苗，然後呢，台灣呢遲遲呢沒有管道引進來，然後所以呢，民間呢就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聲音說要去採購的時候，政府呢被逼到急了。好，那個時候的過程非常的長哈。蔡英文一開始的時候呢，他們呢一直不斷的去阻擋這件事情，而且呢，大家回顧一下，那時候呢講到 BNT， 然後講到這個上海這個復必泰，這個網絡上面呢還是充斥了這些言論，甚至於連包括民進黨政府的這個中部辦公室主任，都還這樣散布那個虛情，說 BNT 有2種。哦，就說，對，你們大家還記得吧 ？BNT 有2種，絲有2種 ，BNT 也有2種，所以說是德國原廠制造的 BNT 才是 BNT。然後呢，這個上海呢，復必泰那個東西呢，就是假的，或者說是什麼的，就是去污衊那上海復必泰。对，關鍵就在於是說，他只是代理權吶，他只是拿到代理權，也不是他制造啊哈。然後經過了這麼一段的這個很複雜的這個過程之後呢，民進黨政府呢就被逼的呢，他就真的是去出手採購 BNT 了。可是呢，到了最後的簽約的這個檔口的時候呢，因為我們的中文的新聞稿上面呢，我們就寫了我國，然後呢，對方呢就要求說，是不是能夠改成台灣？好，就是因為卡在這個事情上面就沒成。那沒成了之後呢，所以鴻海。其實郭台銘也不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的啦，因為他要爭取這個幫採購疫苗，他很早就跳出來了哈，所以才會有剛才世軒說的那一段，就說他當時進去那個談了之後，事後呢又有什麼李大為打電話給他說，這個大小姐呢要你不要去那個買疫苗啊，雖然說李大為秘書長否認吶哈，還有那個總統府也否認，可是因為呢。經歷了這麼複雜的這個過程之後，我想趙先生各位應該還很清楚吧？到最後終於談成了，是臨時的把台積電找進來耶。哦，可是這個是一個本來就是郭台銘他要幫台灣採購疫苗的一個計劃，後來把台積電找進來，然後慈濟也加進來。好，所以說呢，這個裡面過程呢根本不發生現在什麼大家講的什麼藍白什麼翻車大現場，沒有啊。他們就說，他們現在是說，哎呀，陳時中當時呢苦口婆心的勸這些熱心人士哈，各方的人士說要相信政府，好，不要相信要相信政府，要由政府呢跟原廠簽約才可以哈，否則的話中間有很多的這些的掮客不要受害。沒有啊，不發生這樣的事情啊。就說他們也是跟他們這些加進來的就是台積電、鴻海跟這個慈濟，他們也是透過衛福部然後跟這個德國原廠他們這個簽約，掮客的事情是發生在慈濟。我覺得慈濟他這也就是在這個連串的這個過程之中因為這位呢當初被帶去見這個上人的人呢，他也是慈濟的這個青年，他們的青年有關係了，青年的這個關係，所以呢，他用這個頂禮膜拜呢，然後來顯示他的這個虔誠可是就說大慈大悲的這個聖嚴上人他們怎麼會？他們就沒有看透他們背後呢，他們採取了這個律師，他們採取了一個這麼奸邪的一個伎倆當然啦這個部分呢也顯示出，就是說慈濟呢，它在整個的採購的過程之中，為什麼那麼的輕信輕信這個中間人講說他要3000萬美金的這樣子的一個。中間的這樣的手續費或者是這個手續費的這個問題，因為同樣的完成這個500萬劑的，不管是台積電也好，或者是這個鴻海也好，他們都沒有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當然現在呢，事後呢，這個有一些部分的還原那個當時的真相的時候，就是說慈濟呢很後面才加進來這樣子的一個採購合約，然後呢參與其中的這位律師呢，他在現場也沒有說些什麼話就是說慈濟呢就是完全的被蒙蔽了
那事情發生到現在，竟然會是變成是顛倒事實，說，這個就是當初這個陳時中呢苦口婆心啊，勸大家要相信政府哈，不要相信這個中間的這些的掮客或什麼。這完全跟事實不符啊！而且蔡英文今天講的話也是非常的奇怪，就是說，大家不要相信這個單一政黨啦，哈，要相信這個政府。他不是講說不要相信民進黨，他什麼意思？單一政黨是指誰？那講的就是，當然就是國民黨啊，跟這個民眾黨啊。所以我覺得就是兩個黨啊。對，就是他當然指涉的對象，我覺得他指涉的对象当然還是比較是在這個國民黨，因為國民黨當時就是在指控啊，這個政府呢，這個阻擋疫苗，中間呢就是涉嫌就是護航高端炒作股票嘛。可是當時慈濟展現這麼大的一個善心，這個蔡英文總統也是事後的非常的感謝證嚴上人啊。我覺得大家為什麼要在這件的事情上面呢？其實借機在炒作的就是政治紅利嘛。說穿了，你們這些人心中懷的是善心嗎？還不是借着這個事情炒作一把這個政治上面的紅利？我也許政治智慧比較低了哈，我看不懂有什麼政治紅利啊。實際進來了，他並沒有進來啊，並不是說500花了錢，然後被騙了3000萬美金，所以本來買了500萬劑，變成買了300萬劑。他沒有500萬如實進來，跟台積電的話一樣，大家也都打了，只是慈濟本身多付了3000萬美金而已啊。他對跟全民有什麼損害？其實這個錢也不是什麼納稅人的錢，也不是政府的錢，對不對？只能說慈濟現在去把它要回來，而且現在已經被檢察官查到了，東西都要還給慈濟，慈濟比原來還賺了錢，比原來被騙的錢還多，是怎樣？你怪慈濟怪什麼？怪國民黨怪什麼？這什麼好怪的呢？休息一下再回來。不懂。好吧，到底啊，这個慈濟被這個說要付佣金3000萬美金啊，就付了。那現在呢，這個慈濟現在唯一要對交代的是他的信眾了。捐錢的啦，你信眾，那你怎麼被人家3000萬美金？大家是辛苦捐的，這點慈濟要說明。其他的疫苗也買了，大家也打了，哦，對整個社會對國家還是有貢獻的啊。來，吳崢。所以其實沒有人在攻擊慈濟了，因為今天陳時中受訪，他也說慈濟也是受害者，所以應該是確實當時最後是慈濟、鴻海、台積電3方一起來出錢，然後各買了500萬劑，加起來1500萬劑來給台灣人民打，所以我想這絕對大家都是感謝這3個單位，好，非常謝謝。那但是剛剛講到當時的整個背景呢，其實我也還原一下，其實本來。包含政府本來是要來跟德國原廠買 BNT， 但後來世權也講到，因為上海的復星確實當時有主張說啊，它是大中華地區的總代理啊，如何，這個就牽涉到大家所謂談的政治的部分。那因為當時其實在國際上疫苗是一個關鍵的戰略物資啊，所以基本上。各國之間都是官方對官方，所以其實沒有官方對民間直接輸出的這樣的管道。那後來一個狀況其實是所以為什麼？其實當時後來有一些報道側面去流出來，就是說當時的小英總統其實也是把包含郭董鴻海本来就要買，慈濟也說要出錢，然後呢，當時我們政府也拜托台積電一起來出面，所以在2021年6月的時候，當時包含說郭台銘啦，然後他的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啦，台積電法務長方淑華。還一起到總統府來開會。那其實後來一些報道裡面也有講出來說，因為當時德國政府要爭取台積電到德國去設廠，所以我們政府以這一個作為一個槓桿跟籌碼，然後最後去跟德國交涉，把 BNT 買過來了。所以這個是 BNT 疫苗當時的狀況。那講到陳時中部分，就是陳時中當時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其實那時候就有一些消息到處竄啊，很多其實假消息，就有人說啊，其實我這邊有一個管道某某某宣稱，只要台灣政府點頭了，我就可以買到疫苗，我就可以拿進來等等。所以陳時中當時是一直站出來呼籲說，很多沒有拿出原廠證明 BNT 背書的，很多這些可能是所謂的疫苗掮客，而疫苗掮客可能就是來騙你的錢。但當時陳時中講這話，很多人把它做一個政治聯想啊，你是不是要阻撓？你是不是不讓疫苗進來啊？因為你要護航高端等等等等，所以。
剛剛就是有剛剛大家講到，當時包含例如說蔣萬安說，這個慈濟跟陳時中你要相信誰？那或者是柯文哲主席當年他是講說，難道慈濟是傻子嗎？那我們現在不是說慈濟是傻子，慈濟也是受害者，而是說你現在回頭來看，陳時中當年確實他的提醒是其來有自嘛，確實他是呼籲大家不要上了這些不孝的掮客的當。所以我覺得今天出來也不是說什麼政治統一如何，而是覺得這個部分當年的一些資訊到現在水落石出，我們把它還原。那最後就是剛剛思源還是有講到所謂高端疫苗的部分，我自己就是打高莫那也不是最後一劑打莫德納，不是我不相信高端，是因為那時候大家說打雞尾酒比較好。那但是我覺得確實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大家去看高端這個案子，因為到現在還是可能。我不是勸觀眾朋友，會覺得有人覺得說陳时中當年是不是就是要擋國外疫苗這個就是要護這個圖利高端等等。確實在整個高端過程中，有一個食藥署的審查委員，他違反了所謂內線交易相關規定，他叫他的妻女去買高端的股票。但是如果你要說這個陳時中背後整個政策就是為了要圖利高端，當時。這個事情總共前後包含在黨很多人去提告，60幾案去告發陳時中，最後檢調也都去查了，那最後是查無不法，沒有任何證據指出當時陳時中的政策是特定要護航特定的團體。好，那最後高端其實包含國際的 WHO 也去跟高端拿一個取得它的技轉，所以它的效力也是得到國際承認。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當年疫情下的背景，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今天民進黨的一些朋友出來講話，就是希望可以還陳時中一個公道。小牛。所以我想今天把這個事情過度曲解成，把這個事情，把所有的批評都當成抹黑，這是很有問題的。因為當初大家对於疫情指揮中心、对於陳時中部長、前部長的這些批評，是你當初民進黨奇怪的荒腔走板的一個政策嘛？是你一天到晚在防疫期間要壓制不同的聲音嘛？任何有挑戰的東西就講說你破壞團結在影響防疫，對不對？是不是一開始大家在共同努力要促成多方用不同的管道採購疫苗的時候，對不对？你三管五卡嘛，你八門金鎖嘛，是你一大堆網絡上的一個側翼分子等等在指控復必泰是中國疫苗嘛？然後這個甚至其實食藥署本人的李秉穎吧，我沒記錯的話，他們當初還講這很有可能，就我了解，可能是過期疫苗。你在帶什麼風向啊？這才是當初大家批評疫情指揮中心的原因嘛。是當初林全其實最早從東洋的時候，你就有機會可以去談代理，可以有劑量的時候，你卻每次都碰釘子嘛。今天大家對你的批評是這些東西呀，而不是說單純一個慈濟的這樣子的一個案子而已。何況剛剛主持人已經講了好幾次了。這也許在中間過程中，不管是因為簽約也好，被騙也好，多花了冤枉錢，但是疫苗有沒有買到？他買到了嘛？那所以這個過程到底是怎麼樣？這慈濟當然跟信眾交代，法律也會還給這個社會一個真相，讓它水落石出。但是如果這一件事情是像民進黨講說，我當初這個擋疫苗都是詐騙的話，那我也要講，你民進黨就是最大的幫兇嘛？為什麼你最大的幫兇呢？因為你在這個過程中太奇怪啦。所有的事情都要阻擋，都有意見，然後甚至連最後要鴻海慈濟要買，因為民怨爆棚啦，炸鍋啦，受不了了，所以我知道最後我還是要買 BNT 嘛。所以到了最後，我要找一個台積電來，然後我還要顧慮一大堆，幫你政府保全顏面啊。你這每一段時間每一個決策造成的拖延，就是社會的焦慮的來源嘛？為什麼有可能有人在掮客也好，詐騙集團可以上下其手？不就是吃定你社會很焦慮嗎？是因為你政府帶頭營造了一個，我如果沒有特殊的管道，我沒有特殊的門路，沒有特殊的這個位階，我可能買不到疫苗，才有可能讓這些人去收顧問費或者是收佣金嘛。所以今天如果這件事真的是一個詐騙的話，我必須要講政府就是幫兇。最後我要再補充一下，這個先射箭再畫靶到底有多危險？當初大家都很清楚，你之前這麼多意見，這麼多不合常理的是因為剛好有國產疫苗，你要護持嘛。你當然你只要部分的支持國內產業，我並不會反對，但你不能過頭嘛。當初要扶持的各種產業，當初有疫苗啦，有綠能，現在有無人機，通通叫做國家隊啊。你可以推展國家隊，大家沒有意見，我們也樂觀其成，產業都要好啊。但是你的心態如果是先射箭再畫靶，搞什麼保價收購，框列一定的量，要確保它可以輕鬆的得到篤定的利益，那就是會讓皇親國戚發大財啊。過去有疫苗的案例，有綠能案例，我們不希望無人機變下一個案例，所以要讓社會有不同的聲音，好好討論事情才是對的。龍介，出家人是慈悲為懷，救人如救火。我就是慈濟人，我20幾年，我每個月捐500塊。每個月，但我相信慈濟嘛。當時慈濟多無奈啊，因為急着救人啊，
各位，陳時中你就是一個套路哎，因為你是猜到你講中一句話說會有人被騙，你先騙人的啊。當時陳建仁去打高端，他打到安慰劑，賴清德打聯亞，2個公司後來聯亞被幹掉，就是政府要給高端。好，那既然疫情開始以後，林全先去搞3000萬劑，因為 BNT 林全先弄的啊。後來因為高端大概通過了這個盲測，那開了以後，那聯亞就被幹掉。賴清德他從來打的是什麼，他都不講哦。而陳建仁講，哎呀，我打了都沒有問題啊。哦，結果他打的是安慰劑啊，所以他就在引導大家說高端是沒有問題的。第一個，第二個，當這個問題出來以後，林全要去，你們就是開始在搞分贓了。林全要買3000萬，他說只要政府出來擔待，就成交了。後來一直跟他打買啦沒啦安那啦，最後不得已啊，因為林全是受蔡英文器重的嘛。他說啊無安那啦，200萬支給你了，分200萬支給你賺吶。他最後同意讓他買200萬劑。林全說我無愛，我唔得細漢的個，我啊你買200萬。就是這200萬給你賺吶，就是這種心態。後來開始大家一直擋到這3家去買這1500萬劑的時候，還有一個事件，半路出一個月，日本大哥我送給你400萬劑 AZ，美國大哥送給我們400萬劑莫德納，一進來第一批是日本先進來124萬劑。要送給我們了，我當天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啊，因為台灣跟日本的感情不錯啊，大家對日本大哥對我們這樣很好啊。結果大家都很高興的時候，指揮官五個人每天開記者會，下來吃滷肉飯，還去吃拖肉，還行銷城市。他看到日本要送這124萬劑來。大家都很高興，陳時中總要一個面仔見的。我考慮讓在台灣的日本人先打。他當時是這樣的，為什麼？因為你送我100萬劑，我高端就少賣100萬劑；你送我400萬劑，我高端就少打400萬劑啦。然後美國大哥也送我們400萬劑，他就少了800萬劑啦。後來擋到沒有辦法了，郭台銘又出來跟蔡總統講，他又買了500萬，實際也買500萬，那台積電有500萬，就解套了，就我們台灣人才有。好，最嚴重來了，多少人打了高端？你好運呢？你身體好，所以你打了2劑高端。我打 A 默默，我有一個好朋友，他全頭都是打高端，掛了。我們去找立法委員去調，我們那一段期間死掉了將近2萬個。我說把這2萬個的資料調出來，打什麼？打什麼？通通不給，通通不給。這2萬個鄉親就因為疫苗走了，他打什麼？不讓你知道。今天誰在詐騙？我想這個時候如果還拿這個出來做政治攻防，沒有必要。我們要把過去這些經驗記下來，萬一將來有一次再有新的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要避開過去所犯的錯誤。我真的不覺得這是這樣的政治攻防對民進黨是有利的。那一頁不堪回首的歷史又被攤出來了嘛？來，玉芳兄，所有的問題最後是要歸根於政府了。所以你要追溯整個問題的來源，就這樣嘛。那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你民進黨政府當時蔡英文，你們如果買了疫苗足夠的話，那為什麼需要這些民間團體出來贊助？第二個，這民間團體不管是郭台銘也好，台積電也好，或者是慈濟也好，那你政府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協助他們採購嘛，積極的協助嘛。那今天這個慈濟會被騙，那就表示說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協助他以這種
迅速的方式、有效方式取得，他才会相信前科啊。所以這個問題歸根究底，就是你民進黨政府犯的錯嘛，蔡英文政府犯的錯嘛。你之後再來批評在野，這不是非常好笑嗎？當然，嚴格講起來是這樣，這對慈濟也是一個多少一點無妄之災啦。怎麼說呢？因為這都是善款，百姓交給你的，那你有義務去好好的去保管這些善款，然後去使用它，使用沒有問題。可是下一個就是說，人家跟你要3000萬美金作為中介的費用，你整個的這個疫苗才多少錢？49億台幣，就是當時是1比28左右，1.75億美金嘛。那你光是這個中介費、這個顧問費要付到3000萬美金，15%，這太過分了，你知道？而且這是一件好事情，慈善的事情，你怎麼可以要的這麼狠？這個詐騙這些集團當然是壞蛋了啊！可是你實際至少你去問一下，人家跟你講說啊，台積電也好，啊郭台銘也好，啊他們也都是付錢的，付顧問費的，也要付這麼多錢的。那你打一通電話不就查清楚了嗎？所以這件事我們不會去責備慈濟，啊，慈濟一向都在做好事，這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但是也是給慈濟還有其他的慈善團體一個警惕啦，就是說你們不要以為做好事是因為相信天下沒有壞人，哦，你們就要相信天下是有壞人會騙錢的壞人的。你有必要好好去保管這善款，而且你在整個處理善舉的過程中，多打一通電話嘛，好不好？慈濟去委託李律，他這樣說哈，他說呢，犯罪所得將來要求發給被害人，發還給他。除此之外，也可能要請求賠償，附帶民事賠償。啊，換句話說，我除了這個你這些黃金都要鮑魚啊，都要還給我以外。好，我只不知道慈濟拿那個鮑魚幹嘛。這鮑魚給我以外呢，我開玩笑了。然後呢，所有的附帶賠償，你讓我造的損失，包括名譽損失，可能都要賠償。我覺得是對的了哈。就是本來該追究到底，就應該追究到底嘛。不過當然，一方面講的也是了，就是說，因為如果說他們騙子跟慈濟說，台積電都付了1000萬美金，那為什麼我要付3000萬呢？我跟他付1000萬嘛。哦，這個時候就應該去力爭。不過也許出家人慈悲為懷，覺得哎呀能夠買到就不錯了。休息一下再回來。然後徐嘉慶因為他們要協商了，預算啊什麼協商，他不在，所以呢，民眾黨現在跟他槓上了。民眾黨說哎又出國了，哈哈。那韓國瑜還緩頰，韓國瑜真是個好人，所以有的時候提案比較少，次長出席就可以，不一定要部長出席啊。那另外呢，羅智強也轟說，你出國花了2383萬，台灣剛好2300多萬人，每人捐1元給你環遊世界哦，這很爽官。羅智強很會講話。那陳智菡說他出訪還安排休假，馬上下台哦，出訪。對不對？哦，還休假哦。那另外呢，這個而且不過徐嘉慶有時候，徐嘉慶最不該講的就是說，你不會做立委，我教你怎麼做立委，這個真的不該講。哦，就算你做過立委，我也不敢講。我敢跟他謝龍介說，你不會做立委，我教你怎麼做立委。你不知道我那個立委評價第1名，我敢講這話嗎？不敢嘛，要跟他學習啊，對不對？要現在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不，他沒有做過立委，他要教立委做立委，是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對。第二個呢，還舉張孝嚴。因為張孝嚴做過僑委會委員長嘛，32年前你還扯這幹什麼東西呢？對吧？那個時候是一個什麼體制？而且國民黨也下台好幾次了，你在扯這幹嘛啊？所以民眾黨的秘書長周瑜就說，他的意思就是說，徐嘉慶現在說，當時你們吃，現在換我們吃，你們當時可以這樣，對不對？那現在換我，為什麼我不行呢？哦，那另外呢，這個當然民眾黨就說浪費公帑下台。徐嘉慶說，僑委會本來就是服務海外僑民啊，出國不是應該的嗎？哦，全美的台灣同鄉會就說呢，力挺徐嘉慶應該多出來訪問，因為呢是2軌外交，僑務工作等於2軌外交。那王鴻薇說奇怪的地方怎麼他都一個人出去的？哦，就是到底講這個出國這種事情，有的時候一個人也忙不過來啊。那沈正南就說，哎，這一個人跑到歐美去旅遊。
哦，而且呢還泄露官員出國欠缺透明的这個機制，而且呢徐嘉欣對於國安的威脅不下於國安人員。你說一個人跑來跑去，到底忠誠度怎麼樣呢？那你到底做什麼事情呢？所以一個有兩方面呢，這個貪瀆有沒有問題呢？忠誠有沒有問題呢？這審證呢提出來質疑了，我們看一下。監察院呢也非常的奇怪哦，這樣子的一個調查報告竟然要調查半年，請問一下，你們有去問徐嘉欣嗎？還是你們只敢拿小公務員開刀，把小公務員叫來問他們說，你們這個東西有沒有因人設事？你們是不是故意在幫忙貪瀆？這就是我特別要講一下，因為大家都在關注他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出國啊，花了多少公帑，這當然有觀感問題。就是說，當然僑委會的目的是要為免僑胞，所以難免會有出差行程，這個我們可以理解。但是那個分寸分際怎麼樣，那也要接受社會大眾的公平啊。那我比較關注的其實是這件事情，就是當初僑委會在東沙辦了一個僑青東沙生態體驗營啊。也就是辦了一個活動，那當然嘛，你是僑生，然後來體驗或怎麼樣，那你僑生有報名資格了，你循線依法報名，那你就一起來參加，對不對？但後來被人家發現呢，就有吹哨者去爆料去檢舉啊，你怎麼這個僑青東沙生態體驗裡面，怎麼你徐嘉欣委員長的兒子也一起去了？你兒子是僑生嗎？他符合報名資格嗎？顯然就是有問題嘛。那麼這件事情是不是有曾經被質詢過？有啊，他當時說這是烏龍爆料。他當場就否認說這是烏龍爆料，但這個事情就後來反正吹哨者各個管道去要求去查嘛，但是他反正徐嘉欣牙尖嘴利啊，他每次都喜歡玩什麼只手遮天吶，反正聲音很大，對不對？要教你怎麼做立委，他就是要嚇唬別人，不希望大家追查真相啊。但是好幾軌一起調查的結果，最近監察院的報告出來啦，就是這個報告出來，就是顯然你有問題啊，而且監察院在調查的時候還傳了非常多僑委會的基層員工去做就調查，搞的是人心惶惶，因為大家都知道確有其事啊，那要怎麼辦呢？因為你這個事爆出來之後就變成了醜聞嘛，當然這也許金額不是很大，也是一個小事，但這就是沒有依法行政啊。這就是標準的有問題，甚至有可能有貪瀆、浪費資源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指控嘛。所以一堆基層同仁被調查，然後最後監察院報告寫出來了，這顯然就是有違法，最高有可能會開罰等等。然後最近一次大家開始問徐嘉欣這一件事情的時候，他說我還沒有收到公文，也許他寄了吧，但是我沒看到，所以我無法回答。顯示這個人就是說謊，他心虛啊，他再怎麼牙尖嘴利，他的回應都沒有公信力，都沒有收到是兩回事情。來，陸正。那這個監察院有去做這個相關的調查，那現在監察院的決議是要裁處，可能會還沒正式出來，但是可能裁處10到200萬之間的罰鍰。所以第一個部分是我想這部分我們也是尊重監察院行使的職權，所以其實大家也看到監察院是獨立來行使調查。那不過我想這部分當然如果監察院的裁處出來了，其實就是這樣子辦理嘛。但不過我想就是講一下這個徐嘉欣，因為最近好像包含說國民黨跟民眾黨質疑說徐嘉欣是不是出國太多，可我覺得我幫他說明一下他的工作性質了，不是因為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出國，其實這算是他工作一部分。就像這個民意代表常常要跑選區，因為我前陣子去美國，剛好也剛好有一些场合碰到徐嘉欣委員長。那其實就是說僑務委員會他委員長出國，其實很多時候他是要去拜訪我們例如說在國外當地的台僑，因為這些台僑會出來活動的，會參加當地的台商會的同鄉會很多，例如說他本身是事業有成啊商人等等。那其實委員長一部分是在鞏固這些台僑，因為包含中國其實也有在爭奪所謂的華僑這塊族群，那包含也是要拜托他們在當地，你既然可能有參與當地的，例如說有國籍或者是有參與當地的活動，那是不是也發揮影響力，然后去例如說支持其他國家有台的這些國會議員，好，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性質。世軒，這徐嘉欣這幾天的表現就是女版的石崇良嘛，出了事情完全不認，然後你看他那個態度，為什麼大家會氣憤？是因為當大家在質疑說為什麼你兒子可以去東沙的時候，你是說謊的嘛？現在你還不承認嘛？所以我沒有收到資料，你怎麼不說？對，這就是事實啊？或者說，當大家在質疑你的工作的時候，你說你會不會當立委？這就是民進黨現在執政讓人討厭的傲慢的態度。來，這個龍姐，2383萬，那總共出門了526天。各位，你敢知道那多少？平均一天45000塊，有較貴些花。我不反對你出國去慰問僑胞啊，開了有較要求。